嘿，大家伙早喽！4月16号，星期二。看这件背心怎么样？看，换个角度，还行哈。昨天收到的，这个不是前2天，就上个月我说的 BTC 今年的那件精英背心儿。这个是在日本这边 Nike 官网就在卖，他们每年这个时候有一件 BTC 的，一件 NN 的，11800日元，差不多500多块钱。今年这件黑白，不红黑，抱歉啊，红黑那件是 BTC 的订阅会员，这是今年第1年出的形式，大家去看它的官网。那个应该是在4月底寄出，我估计5月份我能收到。看 Nike 这个背心就是这样，我这个是 M 号的，是美版的 M 号。您看，我停下来一点，就是这儿这个地方会比较的，就空膛会比较大，有时候可能身材稍微不精英的，就像我们普通人穿上没有精英运动员穿那么好看。大家可以翻2022年北京马拉松我的视频，那件是 S 码的 ，S 码的呢我穿又稍微有点小 ，M 的呢又稍微有一点大，这件是 M 的。而且昨天还收到了一个东西，我发了动态，但是我知道有小伙伴不看动态，咱们接一段给大家看看。刚才回家，在楼下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大信封，呀，我都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大阪马拉松 Runners Runners 号外读卖新闻大阪本社寄来的，我把地址挡住了。这是什么呢？这个是之前大阪马拉松之前买的，它有一个付费的。看看啊，哎，看没？哈哈哈！玻璃丧晚走，但是很遗憾啊，它按照先名后姓这样去印了。看，哎，我收到2份，难道是？但是我只付了1份的钱呀，我没注意，那有可能它是付2份吗？看看啊，这看不懂，这一会儿得翻译一下，应该不是很重要。看这个，像好多马拉松比赛完了以后，第2天都有那个报纸说那印上所有人的名字，这个应该没有所有人的名字，但是会有这个，看。おめでとう，就是祝贺我。10112，伯里。但是他看英文名字也把姓跟名弄反了。马拉松男子，这是枪声成绩，这是净成绩，这个是排名。这张照片应该是所有人拿到的都一样，不可能是只有我。那这大哥可以啊，抢到了先机。看里边有什么？啊，这是整个台湾马拉松的路线图。对，他这个照片是不是我的，要是都是我的就厉害了。其实他是知道我的号码的，他不太可能给每个人单独印一个这个。大阪城西门出发，然后大阪城的北门回来。哎呀，这几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我扔手套的那个地儿，家属第1次等我。然后这儿第2个地方，然后在这儿追上的本田先生，下本田先生一跳。然后差不多在这儿的时候，这样过来的时候看到石川先生跑崩了，可能是。然后在这儿又是有拍摄也家属给我加油的地儿。然后大坡这儿啊，大坡
然后之后在这儿还有大河原先生的夫人喊我给我加油，然后这块儿非常艰难，非常艰难，非常艰难。然后到这边，这儿是我们跑团的乌梅桑，然后田中先生的这2块儿，然后这块儿是哔哩哔哩的胡老师，然后这块儿是在这儿生活的一位咱们频道的观众，我都记得。然后这儿家属在这儿加油，然后进到大阪城，最后这儿还有冲刺那儿还有观众，有一位观众也是在这儿生活的，前2天还碰到了在菜市场。另外一位跟我说会长达标了，那都是回忆啊，也挺好，慢一点也挺好，就一张，因为我都把这事儿忘了。看这面是什么？嘿，看这是什么蕨饼吗？好像是哎，还是香蕉？我看不清，蕨饼可能是，反正肯定不是炸鸡，我都没注意有这些。大哥正往嘴里塞呢。冠军，然后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美津浓的那个新鞋。看这儿，男子的前10名，哎，看没？第10名吴强宗，有点意思，不错。这个也挺有纪念意义的。但是呢，它这不是像有的马拉松那种报纸，像有的马拉松的报纸，就比方说这6场大满贯，像什么柏林啊、纽约呀、芝加哥呀什么的，它赛后第2天，本地的报纸就会有。一般不是所有人，他会说全员，但是他会有一个截止时间，人太多了印不下，会有1、2个版面是所有人的按成绩的名字，或者是按首字母的名字。我参加这一场我都有，就特别不好买，就第2天早上起来得去那种人不是太多的报亭。芝加哥那次差点没买着，所有报亭都没有。后来呢，当天就是赛后第2天早晨要坐飞机去纽约去玩。机场我看那些小便利店，那时候我已经走不动了，浑身疼。我跟家属说，我说你去看这儿可能有，果然就买到了。我也有当时的照片，特别开心。所以外出参赛的小伙伴们可以留意这个。日本和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第128届波士顿马拉松，哎呀，又是一年。这期我都想好了，就叫每位跑者的心中都有一场波士顿。也有在那边生活的朋友发来了第一线的视频，给大家放放，然后之后咱们一会儿再聊。
那位朋友发来的视频，我跟他说，我说今年天气真好。他说去年就我参加那年风雨交加，今年呢又是巨大的太阳，说都睁不开眼。波士顿的小魅力，就波士顿它那个地理位置就那样，因为它在一个被山包围的地方，它气候就比较的多变不确定。看川内优辉夺冠那一年，那个大风大雨，比我那年还厉害。川内优辉的伤还是挺严重的，他年初的大阪半马和全马全都就是 DNS， 就是没有开始，因为说手上疼。上周我看他发了社交媒体，查出了病因，是好像是大腿根部的肌腱发炎，导致呢会在运动中压迫坐骨神经，然后整条腿就不行。我看他发的那个 MRI 叫什么核磁的断层的片子，还是挺明显的。这个年纪了，说实话实说，就像昨天波士顿的大破节一样，其实差不多了，就给世界留下了点什么就很好。大河原先生在有一次马拉松第二天早晨的晨跑中碰到了他，还合影了，当时还给我发了。我挺喜欢他的，我觉得有那种很拼搏的精神。我刚才说每一位跑者心中都有一场波士顿，也许不够准确，因为有的跑者就是我就健康跑，偶尔参赛，不想这些。但是其实怎么说呢，就是谁心里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梦想。波士顿现在看起来很简单，对我来说，但是其实对我来说也曾经是一个很不切实际的梦想。那场比赛虽然说已经128届，但实话实说啊，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，它只是人们给它附加了很多额外的意义，所以呢会有一种仪式感。可能很可圈可点的就是全世界最贵的能量胶在赛道上随便拿随便吃，但是那天我跑崩了，我也没多拿，就是我本来想的是最后30多公里那个，我拿了以后呢，我考虑吃还是不吃，因为30多公里那个我拿的是有咖啡因的，有咖啡因其实相对我来说，我是那种很耐受咖啡因的人，所以不会有太大影响。有的小伙伴吃多了，这心跳就会特别快。我当时也在想，就是求稳嘛，最后不要那一点了。但是最后真扛不住了，就想着嘴里得吃点东西。其他的特殊体验就是，真的会感觉到这个城市整个这个周末就这一件事儿。就全城市就这一件事儿。波士顿虽然不是个大城市吧，不知道屏幕前有没有今年跑了波士顿的。差不多现在应该睡醒了，今天可以好好庆祝了。大家还记得咱们频道那位连续2年大年初一都在故宫遇到的观众，他比我大好几岁，今年如愿去了波士顿。昨天赛前还发微信问我，说比赛之后哪儿能吃饭，我给他推荐那家咖啡厅，就是我赛后坐着录结尾的那儿，那家挺好吃的，就是又健康又油腻。三明治不错，其实只要是面加上脂肪，没有不好吃的，要过瘾。好，跑团的小伙伴们，
哎呦来嘛！看阳光从树林里穿过来，哇！今天伤情还行，没有再严重。昨天跑了21，但是不得不说啊，这段时间跑量下降。我前半个月勉强达到月跑量300公里的量，然后再跑21的时候，跟以前就不一样了，就觉得累，真的觉得累。所以小伙伴们应该理解我的那个意思，就是增加单次的距离或者增加跑量，对马拉松比赛是有绝对的好处的。6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你想，我这刚1个月，就是受伤减强度减量，我都不适应了。你想，如果我训练中21公里我都觉得累，那比赛的42公里就有难度。可是大家想，我之前几乎每天21公里，就是不受伤的时候，那如果您每天是10公里，那我肯定比您强好多呀。就至少在耐力方面。另外，关于耐力，那位小伙伴，有一位小伙伴说的对，因为看了那天咱们频道的观众任先生的冲刺，就说跑步是什么呢？速度是什么？速度就是速度就是下力和保时捷的区别。耐力呢是谁的油箱大？哎，我觉得这比喻特别的传神。昨天那件背心是澳洲那个 MRC 跑团的朋友送的，他们跑团的衣服，那个各位买不到。今天这可以买到，你要碰巧来日本玩，下个单，不知道店里有没有。第2天、第3天就能收到。国内不知道 Nike 官网会不会上。哎，小伙伴们看，跟大家打个招呼，碰到了观众，您贵姓？我姓胡，胡先生，比我大吧？对，年龄比你大个应该5、6岁。我是1985年。5岁。您好。哦，又是这位是第2次碰到武先生对吧？对。这位是在这边生活的华人。您是来旅游？过来那个学习的。学习啊。行，那小伙伴们，我们聊聊天啊，待会儿咱们训练结束后再聊。哎，4月16号星期二清晨7点09，训练结束。现在结束时气温已经17度了，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。今天是我第2个训练日，平均配速4分56。也现在我跑半马，高驰给我的有氧效果已经是提高了，因为之前确实差不多1个月低强度的训练。原来我跑半马也告诉我维持最快1公里4分24，平均心率144。天热了，确实是天热了。功率203。有小伙伴问这功率准不准？就是我现在是用 Stride 去测功率 ，Stride 目前应该是跑步功率里所谓的金标准。因为比大多数估算的都准确。另外就是，如果是高驰的 Pod 或者是 Apple Watch 算的那个功率，跟它都差不多，只有佳明的那个会异常的高，那个我觉得可能还得再调整算法。平均步频201，步幅1.02米。我一受伤步频就会可以高一点，而且这个为什么喜欢 Vaporfly 系列呢？就这个系列会让它其实也是挺适合像我这种高步频的跑者的。不过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，就是脚基本上跑起来不再疼了，会隐约有一点点感觉。明天是强度课的日子，跑团合练的日子，但是明天我决定还是像上周一样，或者甚至比上周再轻一点，去跟着再练一次，我们巩固一下，见好就收。这次的伤情的持续的时间确实是太长了，有点难受。行吧，今天有一搭没一搭跟大家闲聊一聊波士顿。1年过去了，时间过得好快。在那边的2位朋友都说期待将来再去跑，我说争取吧，看看明年有没有机会，看看各种的情况，是不是？反正也有成绩。这条背心还行哈，你看跑完以后状态。
他们这一块是那种胶，不是印上去的，而且这好像还行。我之前几件他们跑团这个跑团的衣服，这个胶都还没掉。行，那就这么着。这周末还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马拉松，是不是？是我一战成名的地方，留下了好多美好的回忆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我赶紧回去找个重播看一看，但愿能找到，好吗？那这么着，屏幕前的各位，咱们一起加油干，迎接炎热的夏训了。明儿见。